这个男人是决斗场里公认的顶尖路人王，也是在早期火影手游流量荒漠时唯一一个纯靠技术跻身流量前列的季播。他就是绝境翻盘的长闯王，火影第一 YAG 小心安。我晚安在此宣布，晚安的安是心安的安，好吧？晚安只是晚上的领导，而心安是大家所有人心目中的领导。心安到底有多强？这么说吧，早年抖音火影分区流量贫瘠，全靠剧情整活博眼球的阶段，心安是同期唯一一个完全不靠剧本、赛事、氪金、测评，单靠超赢顶端分段博弈对局，稳定冲进分区流量第一梯队的主播。别人搞抽象整活，靠剧情切片收割路人缘，唯独他像个苦行僧，直播间永远只有超赢顶端的分段博弈，用最纯粹的拉扯逻辑，牢牢锁住那批口味最刁钻的高分观众。木叶村一直流传着关于他的传说，打赢心安才算路人王。这话不是吹出来的，是实打实打出来的。之前店长曾找人狙击了心安半个月，日日蹲守冲榜对局，刻意截胡，结果心安全程毫无察觉，以为减速带呢，该赢的局一把没少。直到后来无影会谈矛盾彻底爆发，这场长达半个月的围堵事件才被公之于众。这种稳定的局内处理能力已经不是状态好不好的问题了，是纯粹的降维打击。他的绘土长门就是独一档的拉扯教科书，长闯王的名号响彻整个村子，活水门细节拉扯连小豪都直言认可，巅峰3333高分100%胜率的战绩，至今仍是高分段流传的传说。不依赖版本红利，冷门老高招，老牌限定都能打出教科书级博弈，操作细腻，替身预判拉满，极限残血反三是直播常态。说回心安这个人，本名陈学健，2003年出生的江西少年，2017年初入坑火影手游，公测早期就扎根决斗场冲分，早年靠代练混迹高分小圈子，本打算冲击官方武斗赛走职业路线，奈何当年官方赛事通道稀缺，最终转型做直播。2020年正式开播爆火出圈。如果要把心安的故事摊开来讲，有2件事是绕不开的。第一件是轰动全圈的无影会谈风波，当年他在冲刺全服第一榜单的关键节点，跟一乐店长因为冲榜资源和路人狙击的事儿积了怨，两家粉丝持续兑现，火药味越积越浓，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整个火影分区的忍界大战。两边深夜开直播对峙，节奏铺天盖地，弹幕刷的人眼花缭乱，最后还是圈内德高望重的晚安主动出面调停，拉两方连麦梳理矛盾，才把这把大火慢慢浇灭。也就是在这场对峙里，店长暗中狙击心安半月的旧事才彻底曝光，成为火影圈茶余饭后的经典谈资。第二件事则更让人揪心，在他距离100万粉丝目标近在咫尺的时候，手部操作伤病和家庭变故接连砸下来，直播状态断崖式下滑，不得不短暂停播沉寂了一阵。那段日子圈内不少主播发声安慰，晚安也是从旁多方帮扶，帮他调整状态，重新回到直播间，最终有惊无险的迈过了100万粉丝这道坎。除此之外，他还牵头组建了民间顶尖高手阵营12鬼月，收拢了一众高分路人和赛事好手，阵营对抗赛常年热度拉满，算是当年抖音火影圈阵营赛道里绝对的流量天花板。说到赛事，心安的赛场征途写满了遗憾与救赎的交织。前2届斗火杯，他带队一路杀进决赛，结果次次苦战，到最后都屈居亚军。亚军魔咒跟了他太久，久到无数观众开始调侃他是不是天生跟冠军奖杯犯冲，巅峰状态不复存在的质疑声也此起彼伏。但真正让他封神的名场面是阵营对抗赛里那次史诗级的一川七。你有多久没听到他的故事了？真拿你没办法。坐好了，那是2026年阵营赛晋级名额的争夺，在第一轮晚安战队被接探打穿的情况下，最后兜底的右神也是无力回天，只能带着巨大的分差来到第2轮。面对几乎失控的局面，无一人敢打头阵迎战对方，而这时登登和心安却站了出来，为队友打开战局。当登登再次倒下后，心安接住了他最后的波纹，在日不落的加持下，心安一度将新生代最强之人接探逼入绝境，最终艰难胜利。但此时刚刚还在干呕的心安忽然龙场悟道，在发出一句没人能拦我了后，以破军之势杀入敌营。在现场10万加的观众注视下，心安如入无人之境，在日不落的旋律中一路高歌猛进，将对方的猛将一次次打下，最后在众人的一句句爸爸中完成了一川七的壮举，将本将倾倒的大厦再次扶正。牛应该不会。爸爸！质疑的声音消失殆尽，只剩了日不落的回响以及勿忘心安。2021年的心安回来了，以一川七之姿杀的无人能打，断出3届之外9大高手之一。巧的是，夺冠那天正好是他生日，那座奖杯成了送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心安没有老，纵使平日里总被调侃状态起伏、运气起伏，但到了赛场关键局，他永远是最值得托付的那个人，能扛住全队压力，在所有人快要放弃的时候，用最纯粹的决斗场博弈，打出一场属于勿忘心安的奇迹翻盘。